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暴打一晨，强抢纳戒，赶走陈天堂后，得知药老有消息了。随着玄一进入丹塔议事厅内，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玄空子三人。察觉到萧炎略微急促的呼吸，玄空子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出声提醒萧炎：“小家伙，不要乱了心境，解救药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，那后果便只能是羊入虎口。”闻言，萧炎也是轻轻点头。不多时，便再度恢复冷静，轻声道：“这一次的情报怎么会收集得这么快？”其实并不算快，这些情报搜集了将近1年时间，只不过如今才真正的确定了。那魂殿将老师转移到了何处？眨也不眨地盯着玄空子，萧炎迅速问道。从纳戒中取出一卷地图，然后在桌面上摊开。玄空子手指指着中州西北地域道：“魂殿的一处分殿就藏在亡魂山脉。这亡魂山脉寒气浓郁，寒雾遮天蔽日，里面更是有着不少实力强悍并且异常嗜血的魔兽。魂殿分殿选择在这里建立，想必正是看中了此处的隐蔽性。那处魂殿分殿有着多少强者？斗尊有几位？”小医仙轻声道：“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或许会有5位斗尊强者坐镇亡魂山脉。”玄空子面色微凝，要知道这等阵容足以血洗一个一流势力。而萧炎这边的阵容，满打满算也顶多4个半斗尊。注明此时的熊战已经离开，小医仙、天火尊者、天妖魁都能战，萧炎也能纠缠1位，紫炎的力量算半个。看来只有等风尊者的援兵了。萧炎道：“毕竟丹塔不方便出手，打探消息、提供地图已经是他们能做的全部了。”那个老家伙嘛，玄空子三人对视一笑。那个老家伙跟药尘的关系极好，找上他倒的确是一大助力。而且他经验老道，有他随行，我们倒是要放心许多。如此便等着这个老家伙的音信吧。以他的速度，半个月内应该能抵达丹域。玄空子道：“这半个月里必须全力以赴，尽可能的提升大家的实力了。”萧炎心道。再度与玄空子三人交谈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，萧炎就带着小医仙等人匆匆告别了。时光转瞬即逝，这15天时间里，萧炎不仅将从异尘的纳戒里搜罗出来的天明修罗手研究出了眉目，还将茯苓清丹炼制出来交给了天火尊者。而风尊者果然如同玄空子估算的一样，准时到达。只是与他一同前来的只有1人，铁剑尊者。以前的那些朋友一听见要与魂殿作对，生怕祸及己身甚至家族，不愿出手，唯有铁剑尊者是孤家寡人一个。铁剑尊者念着当年药尘对他有大恩，一听说要去解救药尘，就主动跟了过来。现在援兵已到，萧炎盘算了一下己方战力后，决定第2天就动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殊不知魂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他的到来。亡魂山脉内，萧炎一行人夜间休息的时候，十分倒霉地遭遇了一群噬食蚁群。这噬食魔蚁等级其实并不算很高，仅仅3、4阶左右而已，但它们的数量却是以千百万计量的。铺天盖地而来时，即便是8阶魔兽都是只能暂避锋芒，只因他们爱好吞噬一切阻拦在他们面前的血肉之躯。迅速撤退，不要与这些该死的东西硬碰。风尊者迅速起身，沉声道。然而萧炎一行人正准备有所动作，一道娇小身影却是突然从树干上掠下，然后一头便是冲进了噬食蚁过来的方向。这个小丫头干什么？找死不成？风尊者脸色巨变，却还是叮嘱萧炎他们快走，他会去救紫妍的。等等，蚁群的声音停止了。小医仙黛眉一蹙，突然道。随着小医仙的话音落下，紫妍便是毫发无伤地自寒雾中掠出，然后出现在一棵树干上，而她的肩膀正趴着一只半尺大小、浑身呈暗金色的8翼巨蚁。噬食以后，风尊者与铁剑尊者脸色同时一变，紫妍却是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走吧，这个大家伙知道魂殿在哪。”这噬食以后不仅知道魂殿的具体所在位置，还一路为萧炎一行人开道，就连魂殿放出来的眼线都被他们顺手干掉。注明眼线是巴掌大小的黑色小鸟，以声波传讯，极难被感知到。有了以后的带路，萧炎他们很快就到了一处山谷，正是魂殿所在，只是被设置了空间屏障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空间那可是紫妍的拿手好戏。只见紫妍划开空间，就将噬食魔蚁们先放了进去，萧炎一行人则趁乱进入。虽然很快他们就被魂殿的5大尊老锁定了，但风尊者等人有能力牵制住他们，让萧炎前去营救药老。萧炎身形极快地对着巨殿之内迅速冲去，然而刚到门口就被一紫衣老者拦住了。“你便是萧炎，不知可还记得本尊？”老者道。
思索了2秒后，萧炎就认出他就是毁了自己2次灵魂力量的老杂毛。看到萧炎想起来了，老杂毛很满意，一巴掌就欲拍死萧炎。然而此时的萧炎早已不是他能轻易捏死的小蚂蚁了，对轰了一掌后，意识到萧炎竟然能够硬扛他一掌而不伤，老杂毛有些惊恐。这才过了多久？这妖孽般的修炼天赋，现在不弄死，更待何时？然而他想战，萧炎却没时间陪他玩。留下天妖魁牵制后，萧炎就趁机窜进了巨殿之内，顺手抓住一个倒霉鬼领路后，萧炎就是一顿冲杀。广场上高达100丈的黑色巨柱擎天而立，石柱上布满着无数诡异的符文，一道道漆黑锁链从石柱中延伸而出，尽头处悬浮着一个个光芒微弱的光团，而光团里赫然是一个个表情痛苦、身体虚幻的灵魂之体。药老就在这片广场中央的平台上，被4条大腿粗的黑色锁链牢牢锁住四肢。闪掠到那盘腿而坐的虚弱老者面前，萧炎红着眼，膝盖一弯，就重重地跪在了地上。老师，弟子来了。光团之内的药老缓缓睁开双眼，感受着那熟悉的气息，愣了一会儿后，虚弱的欣慰笑道：“小家伙，终于长大了呀。”萧炎抹了一把眼睛，迅速用3000连心火熔断了那专门用来克制灵魂的锁魂链，就想带着药老离开。然而魂殿钓了这么久的大鱼，怎么可能让鱼给跑了？药尘得留下，萧炎也别想离开。埋伏了许久的摘星老鬼终于是露面了。注明摘星的实力为5星斗尊巅峰。摘星老鬼自信萧炎不可能跑掉，大大方方的表示，虽然肖战打死不松口，但店主猜测萧家的那块钥匙应该就在萧炎身上，毕竟如今的萧家最有出息的便是萧炎。萧炎一听，父亲果然是被魂殿抓走的，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。还是药老的低喝声让他冷静了下来。如今摆在萧炎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跑。瞬间完成天火3玄变3变的同时，萧炎让药老躲进了戒指。摘星老鬼看到萧炎完成这些动作，笑了笑，等到萧炎要跑了，才动了动手指。只见5道黑色锁链直接洞穿虚空，到达了萧炎的头顶上方。然萧炎竟然接下了。摘星老鬼开始有兴趣逗弄他的小老鼠，直到摘星老鬼给玄重齿身拍了一个掌印后，才开始失去耐心。萧炎见他要开始认真了，连忙就是一朵佛怒火莲丢了过去。摘星老鬼到达现在的层次后，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小小的9星斗宗搞得有些狼狈，一时间有些愣神。萧炎抓住这个机会，就利用异火劈断了不少锁链，这些锁链可比困住药老的不知道细了多少倍。摘星老鬼一见萧炎竟然放出了这么多灵魂，十分生气。萧炎很果断的就甩了3枚火雷子，让摘星老鬼气上加气。从恐怖的气浪之中冲出来的摘星老鬼怒吼道：“混账！这些灵魂跑了，就拿你来抵偿！”随后就是一记摘星手朝着萧炎抓去，砰的一声后，萧炎化为了一片虚无。摘星老鬼懵了，摘星手的威力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了。猛地回过神，望向出口处，只见一背影灵猴一样的窜了出去。那不是萧炎还能是谁？被骗的摘星老鬼是真的怒了。萧炎这边一冲出大殿就叫众人快撤，可是哪里有那么好撤的？魂殿的人死死地纠缠住众人。就是这么一耽搁，摘星老鬼已经掀了房顶追了出来，一记空间屏障锁就将众人困在了此处。摘星老鬼怒气腾腾地冲着萧炎杀去。现在萧炎这边的斗尊强者已经被魂殿尊老牵制住，萧炎能用的大杀器只有融合异火了，可融合需要时间啊。目前场中唯一能空出手的紫妍坚定地护在了萧炎的前面。我来帮你拦住他吧。紫妍道。行不行？萧炎担心。那你现在还能找到其他人吗？紫妍没回头。帮我争取一些时间，小心一点，不行就退。萧炎默了一会儿后沉声道。紫妍点了点头，随后双手结印，也是突然迅速增大，直接变成了萧炎在小山谷所见时一模一样的性感紫发大美女。见到萧炎愣神的模样，紫妍俏脸一红，恶狠狠地剜了萧炎一眼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后身形急退，融合异火去了。摘星老鬼一看萧炎竟然放出了4种异火，就知道萧炎要放大招了，他是不会容许萧炎成功施展的。然而紫妍纠缠的他一时动弹不得，在感受到萧炎那里越来越恐怖的波动之后，摘星老鬼终于是沉下了心，先解决掉紫妍。连拍几掌重伤紫妍后，摘星老鬼施出了摘星手，就掐住了紫妍的脖子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能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